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3Q哥陈柏惟。大家好，3Q。好，那从昨天起诉黄瑜、锦如等几位呢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的起诉书出来以后，那这2天国内所有的媒体氛围大家都围绕在这。当然，一方面是那个起诉书的内容让很多人在看的过程，包括那个造假率真的是抬高94、96这些，甚至有人考 C 说那跟罢团的所谓的合格率大概会差不多了吧？那但更重要一点是，当这些起诉包括国民党还有大概8个地方的一些党部，如果涉及到这些都还没有起诉哦。如果一段出来的话，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现在看起来2阶，因为6月20号之后中选会就要核定最后到底有哪一些委员要进入到3阶，那这时候对国民党来讲怎么打里面包括第一个，当每隔一阵如果出来一个像这样的起诉书，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对国民党整体的士气会不会有影响？好，另外一个是当每个地方党部面临到这些的时候，也有来宾曾经提过，当整个不要讲团灭吧，但对所有人来讲打成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打仗总需要所有人帮忙吧，需要志工，需要党工，所有人帮忙。那面临到这国民党又该怎么办？那今天还有一则讯息是，明天本来要预定的那个国安简报的所有会议，包括国民党、包括民众党都已经确定不出席。好，那对国内整体的氛围又会怎么样？不过一开始当然还是要回到，就是从昨天的起诉书一直看过来。来，小平，是你今天上午开的记者会，对你今天要诉求，媒体上面大部分都用你说要放下恩怨，然后黄旅什么什么这些。那可是这整个过程，你自己看那份起诉书，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联署过的经验嘛？对，你自己在这里面也被列为对了。上一夫上公一直说，都是因为你要在里面，是不是你也要连？然后黄旅这是起诉书写的，然后黄旅因为怕被你抢先了，才去做这些。你自己看这一段，你到底心情感受怎么样？我觉得很遗憾啊，早知道就对朱立伦抗命了。什么叫抗命？好，就他叫我不要连，要帮2阶去帮他们嘛。我们3年前的时候，不是那个郑克爽他们那一组叫清零散场，那我这一组就连了罢林昶佐，对他们先送1阶，我后送，但超车，他们2阶就不弄了。好，那后来大家也是闹啊，不团结，主席没来，主席逼得不敢来，然后就每整差了2-3千票。好，再拉回来。时光哈，时间地点哈，地点时间改变，地点还是中正万华。历史总是重演，这还是不团结。这是团结的话，至少就31-1嘛。你所谓的团结的话，是让你送，让我来主导。你说你钟小平不准选，我也不选，没关系。因为连城比较重要，那个整个是那我讲过，在你节目讲这个即墨跟举城的嘛，就让我当一个连即墨举城都没了，对，让我当一个那个城主嘛，举城的城主嘛，我把它连成，因为那个时候哦，李孝亮他们哦各连了1000多份，你知道吗？1阶，可是可惜没有用，他们可能放到2阶用。前面一天连200-300份很容易，可是黄旅被收押以后，一天连2-3份多困难，差100倍哦。就是然后我就被逼着只能找里长跟邻长，我自己也爬楼梯啊，弄1000多份，我已经尽力了啊，我没想到这么难搞。好，再拉回来，我讲个小故事很有趣。3年前我的领衔人是不是叫大平哥郑大平？黄复兴的那个主任，那个上校。然后呢，我在节目也谢谢他，因为真的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好，结果，然后3年后我想不想连想，然后我就找了他当领衔人，然后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比较靠黄旅了，中间人是满志刚。那我跟郑大平讲说，大平哥，他叫郑大平，我叫钟小平，一大管的我细管的这样，我这够一大管，你给我细管的呢，够起来给我财管哈，我这个不重要财管哈，好，再拉回来，然后那风声就传到黄旅耳朵，他就受到惊吓，可能是不是造成那样就去送，可重点是就你今天哈。我就跟这个大头跟这个江俊廷，就是朱立伦办公室的主任讲，我不送了嘛，我不晓得他们的上下联系是怎么样，不送就是不送了嘛，我2阶支持你们嘛。我为什么我讲说我后悔我不抗命，我觉得愚忠嘛，因为我们珍惜朱立伦把我叫回党同舟专案，我就乖巧一点，我比较野，我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改革派，很野嘛，然后统派也不喜欢我，我是中华民国派，我是反共等等，不管。
好像我的 DNA 是跟他们不一样，可是我的 DNA 跟我的信仰是蒋经国路线嘛，很清楚。我认为这个才是国民党的正途。好，再拉回来，那然后被人家栽赃污蔑，谁跟历史哥讲？我1万份给他给李孝良污了1万份，没给人家5000块营运的钱，怎么就我有交5000块巨细印的，不，所有莫须有抹黑就打击你。党内真的有些侧翼都坏透了，你知道，一些深蓝的车友讲很难听的话，你们这边蹭什么蹭嘛？你蹭你的流量党倒了嘛？也不走正路。好，然后呢？那这个后来他们就开始连了。哎，我就觉得很遗憾的是什么？最后最坏的结果。墨菲定律，每一次国民党做事，你看31-0惨吧，黄旅被压惨吧，然后吴佩益他们亲近过关更惨吧。任何今天如果是5-2就不一样啊。台北市我们搞他2个，他搞我5个，你知道？然后来战一下，来尬掐一下。我觉得还是党对党的，就好像西部那个约翰韦恩掏枪那种男子汉的对决嘛。可是都过去了，就过去。最后我要讲的是。讲什么？就是检察官啊，写我干嘛？我不重要，我是小人物，你写我干嘛？可是他里面写你很重要，你在上公口中是最重要犯罪动机，黄旅举如的犯罪动机是我跟黄旅的这个冤亲债主、恩怨情仇，关你什么事啊？检察官啊，你写我干嘛？你写黄旅就是你不必写黄旅动机，黄旅就是就做了，你认为他犯法嫌疑，就写他做了什么叫啊？写我干嘛？我们党内斗跟你没有关系，我觉得不必要这样弄的。我觉得大家都太政治太过头了，我觉得我们会害怕，我们的司法这样搞我会害怕，所以我在节目要再一次的谴责这个叫做这个朱姓检察官跟许姓检察官嘛，这样搞我觉得不好。好，最后一句话，这个已经完了嘛，2阶弄完了嘛，就31-1怎样？3阶，国民党要不要团结？国民党要不要这个人尽其才，然后这个货畅其流，然后物尽其力等等，不，总要有个统合的出来，不然还是这样，这个节奏走是错的。篮球哈，你用区域联防守不住人家，就要盯人了。就你要改变，国民党要辩证，辩证是第一重要的。因为这样顺的走，显然这样几个月下来，他们是占尽上风，我觉得理由不必赘述太多理由了。而我们是这个趋于下风。显然就是吃瘪的状态，要改变，要奋力一起，我觉得才有机会把他们这5个保住了。小编2个，第一个，你刚才说你对于这2位检座你深感不满，对不对 ？OK， 那这过程当中，你现在还会再坚持？因为国民党过程当中一直在喊，包括司法迫害啦，包括圣祸啦，国民党有人直接讲说什么减掉就是赖清德的鹰犬的话，这些词大家都听过。你现在还会觉得这个侦办是？赖清德在整你们，或者用这些吗？司法是手段呐、你起诉黄旅，我也没有话说。我也支持这个已经一路下来，然后临危受命的叫戴其清代理主委，他讲说表达歉意，我也支持他，因为不可能一句话都没有，弄成这样子。可是动辄收押这个过头了，还是回到法律的比例原则。我觉得取法乎中，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哈。应该总统是一个统哭统和，他现在搞哈就变成赖清德搞到变成台湾川普，你知道吗？一条线下去，没有中间选民。OK， 那就不是爱他，就是视如寇仇。我觉得这台湾这个很危险，这个情况。你朱立伦需要公开道歉吗？针对这件事，你个人觉得？他如果他是党主席，当然我无法建议他。可他如果讲的跟戴琪一样的话，对党是注意是大的。好，我的看法这样。黄旅现在因为黄旅已经起诉了嘛，那接下来是北院，那再开羁押庭，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黄旅讲？我觉得，因为大家把这份起诉书看成是国民党的内斗，活脱脱在检方认证的起诉里头。你刚才也讲到，国民党现在要打3阶，未来可能搞不好还会有些人要不要打到4阶。那你说你们的团结很重要，大家觉得这整件事情，黄旅跟你之间所有的过程，可能是中间一个点，上公口中的所谓的犯罪动机，所有这些，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跟黄旅？现在录影哈是4点多，对，好，快5点，4点正在开羁押庭，我认为不要压他，严押庭啊，不要压他。他75岁，身体也不好，可以放他。第一个，你起诉，你已经起诉，你就到那个做无罪抗辩嘛。OK， 我到了这个地院啊，我觉得就差不多合乎到这个大家人心啊、公民啊认为的平衡点，就相对好。那犯法的人要惩处，可是他的这个强制处分不要过当。我是希望他平安啊，一审能够
做无罪的抗辩啦。我希望他判无罪了。然后，对OK，当然你说那黄旅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诉讼的策略，是不是无罪答辩或什么，这是个别一些选择。但是刚才小平自己也讲，国民党的内斗如果再这样下去，3阶甚或有没有到4阶，到底该怎么打？因为这份起诉书，大家看起诉书真的从头看到尾。你讲那个错假率，你讲那个过程，还因为今天你看网络上面，不管看所有那些点眼药水，变成大家在里面的一个考 C 的重点。所有这些为什么戴琪晶、戴主委要道歉？为什么刘永改那时候其实台南最早出来说道歉，民进党说希望朱元道歉。那不管道歉与否，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怎么翻这一页？当大家没事就把起诉书拿出来，就讲哇哦，这个比例怎么这个样？哇，大家都已经弄到点眼药水。你告诉我这怎么过得去？对，我要先讲哦，刚才小平说那个检调不应该针对他跟黄旅之间的私怨，但是检调在写这个起诉书一定要写他的犯罪动机嘛。这个犯罪动机绝对不是钟小平或黄旅不是检调自己说的嘛，一定侦讯的过程里面有人说，最有可能的说的人就是黄旅嘛，因为犯罪动机只有犯罪本人才会说得出来我的犯罪动机是哪里嘛。而黄旅的犯罪动机其实有2个哦，他一个保护了朱立伦，一个推给了钟小平。为什么保护了朱立伦？他说以霸制霸是他在国民党里面去提议的，这是一个犯罪动机嘛？他为什么会想到以霸制霸？以霸制霸为什么会想到？有没有可能当地的立委，甚至是他跟朱立伦讨论的过程里面，他为了在所谓的过程里面保护朱立伦的这个政治责任，而他自己扛起了这个政治责任？还有提到说，因为他看黄国昌那时候是不是1月11，是不是定勾机？是觉得那定勾机，所以他们也可以以霸制霸。但是，对了，朱元虽然也讲过以霸制霸，但是不管谁要发起，但发起以霸制霸跟违法联署那是2回事嘛。对，所以第2件事情就是要怪到犯罪动机的钟小平，叫伪造联署嘛。所以在起诉书里面直接讲，黄旅锦如一听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议员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是钟小平向中央委员会2月。你要递交这个罢免的联署书的申请书，为了使其主导的罢免案能顺利进行，避免抢先申请，就是直接讲你谁主导重要，应该谁党联成比较重要。对，重点是黄旅觉得他要在抢先一步在你之前嘛，所以才把这个所谓的伪造联署书的这件事情的动机是放在你身上嘛，而这个动机至少应该就是黄旅锦如亲口说，或者是其他的佐证，开会的时候他讲出来，有人听到，所以跟检察官讲了嘛，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怪检察官说是不是挑拨你们2个之间，你们2个之间真的不重要，重点是我在写这份起诉书，我一定要有这个犯罪动机，而犯罪动机就是因为钟小平所引起的。我在写这份起诉书，我一定要有这个犯罪动机，而犯罪动机就是因为钟小平所引起的。另外，我要讲的是说，那我都不连了，那我不是南版窦娥冤，我又要滚钉床了嘛？对，讲到窦娥冤，我又准备，我心里很苦嘛，现在对不对？对，我们就爱党，然后都不连了，我最能连，你也不让我市党部也不让我跟这些联署的青年团接触，我也不接触啊。那鼓励你不要接触啊，叫他们不要接触，他们不会找我们，叫他们2个不要碰我。那这样我不是很苦吗？对，是不是？比你更冤的还有这些志工啊，因为这些志工就帮忙抄写嘛，帮忙抄写的过程里面，竟然18个小时哦，18个小时要抄写5300份，将近5300份的联署书，而5300份只有15个志工。15个志工，我有算过，3分钟要签1份啊，所以在起诉书里面有写到互相还要点眼药水，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面会特别写出相互点眼药水以完成工作，因为都是在深夜工作了，因为几乎就是18个小时连续赶时间嘛，为了要钟小平这个犯罪动机很重要，我要赶在钟小平之前，不是吸1.0，我是不滴的哦。继续，所以就拿了这个眼药水就互相滴这个我等一下会给钟小平，因为他窦娥冤嘛，所以要给他当成眼泪哭一下表示他也很冤屈。
区，而这些志工的冤屈，我说真的，新北市党部有红包1000，台南还有3块2块，结果这些都是志工哦，这些志工无偿的帮国民党服务，3分钟要抄一份这些联署书，结果他们要被罚1万块到3万块不等，而且要受法律的这个法治的教育，这些钱啊，国民党要帮忙出吧，至少钟小平，你这个犯罪动机，你要帮这些志工出啊，1万块到3万块，总共32万元。总共这些人无偿的帮国民党服务，结果我要32万元。结果呢，摸鱼的人呢，摸鱼的人叫李孝亮嘛。摸鱼抽烟摸鱼的人整夜没进去，以前人家都说摸鱼摸到大白鲨，他不是啊，他摸鱼摸到不起诉啊，因为摸鱼，因为不进去，因为没有帮这些志工，所以换得不起诉的处分，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叫做伪造文书嘛。这个就是国民党对待年轻人跟对待这些长期以来支持国民党的双重待遇嘛。赖以任你负责监督，这里面有写到，负责监督的就是你赖以任嘛。赖以任负责监督，你监督也监督好一点，你还监督到要罢免吴思瑶跟罢免吴佩益的乱七八糟互相混在一起，那你做什么监督的？然后今天还说啊，这些写的叫做不祥之功，我觉得啊。大家知道，检察官在写起诉书的时候，他敢写不祥志工如何抄写名册，由赖以任来指导，他一定有相关的口证。这些人可能说赖以任负责指导的，但是这些志工我不知道是谁嘛，所以这些证词绝对有相关的物证跟事证跟口供来佐证。所以赖以任你也不用推，你一定有指导志工，而且你指导的非常不认真，害得这些联署书到最后会有混淆的情况哦，所以包含赖以任、包含李孝亮这2位在所谓的北区吴思瑶的案子跟南区的吴佩益案子，都做出非常不适当的示范。这些不适当的示范是什么？就是检察官在量刑意见里面有特别提到的，这也一直我在节目里面提到的。我是吴思瑶的投票人哦，有9万多票人的权利是根据你们这些提议人，这5000多份的提议人来决定我要不要进入2阶段哦。而这些提议选举人的权利，你如何去保障嘛？所以在量刑考量里面，这个检察官写得非常清楚，说罢免提议人名册法律上的意义。非一般人的私人文书啊，不是因为我入了国民党，你们就可以随便拿去抄写啊，而是决定人民经过投票选举出的公职人员是否能够进行罢免程序的重要枢纽嘛。我1阶过了，我才能够进行2阶嘛，2阶过了才能进行投票。所以为什么罢团对他们联署书那么的珍视，他们的良率高达95%，而你国民党做一个想要执政的政党，你却做出怎么样的示范？这个示范叫做你的伪造率啊。高达95%，跟罢团的良率一样，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检察官司法不公正、办蓝不办绿，这些公民罢团的良率95%，有没有被办？有。查出来1件2件，他们只要说明清楚，就不违反他们行使公民权利的权益嘛。但是国民党，你们的造假率高达95%，我不办你，我要办谁？检察官来办这个案，才是还给所有人民公平正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记得有一份是台北选委会出来的一份公文，还记得吗？那里面有讲说，就是罢吴思瑶的那个地方有100多份，大概140几份。那个名字142份，142份嘛，他是要罢吴思瑶的，就写成吴佩益。对，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那时候只有那份公文，药水没有点啊，那时候药水可能没有点。对，大家那时候就在讲说，怎么可能会有罢吴思瑶的？然后上面写的不是吴思瑶的名字。然后那时候来宾就有人讲说，那会不会是吴思瑶跟吴佩益都在就要罢这2位委员的都在一起写？才有可能会出现啊，这个跟那个搞错这些。那这份起诉书里面针对这个看起来也解密了，没错，就是这样的过程，所以才会出现这样。Thank you， 来，赖以任有喊冤，有看到吧？赖以任出来喊冤，就讲说那个不祥志工凭什么？而且他直接跟你讲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非常非常沉重，喊冤喊到了极点。那显然他到地院。可能会是用所谓的要打无罪抗辩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这整个过程，再一个你自己曾经面临过罢免，经过了那一段，你看到了这个造假率有96%的、94%的，
那这个过程，包括黄旅那个在起诉书里面描述的，不管是指导啦，或所有这些，包括赖以任在里面的角色，他自己到现在还在喊冤。你自己看完这些，你的感觉是什么？抄当然是不对，明知不可而为之，必然有人在后面煽动。翻了历史新闻之后，发现黄国昌建议国民党以罢制罢，并主动打电话联系这一条新闻，我脑海里突然浮现了一本巨作，叫做《三国演义》。庞统，就是黄国昌，其貌不扬，四处流窜，然后呢，跑去找孙权说：“我来讲啊，跑去找曹操讲，我来讲，你把准啊绑这会。”这样子我们北方的这个陆军就可以当海军用。他先把各个国民党地方党部都绑在一起了嘛。他曹操、朱立伦一听，哇，龙心大悦啊，叫大家去执行。有个人叫蒋干，他叫做翁小林，修法直接把后门堵上。两个正在前方作战训练水师的这个叫蔡瑁跟张允，就是黄吕锦如跟赖以任，被斩于马下。什么意思？被起诉了嘛。这过程里面。有一个苦肉计的，叫钟小平，点燃赤壁之战第一把火。我不脸呐，我心里苦啊，我快逃啊！结果家里烧成一片了。那曹操所谓何乃呢？大乔小乔，刚好是台北两个大吴小吴。这过程里面啊，还有草船借箭，怎么样？借国民党的党员名单。这个人叫张思刚，哇，看到人一直射啊，把自己的党员名单都送出去了。还有一个不知道黄什么良党部的王国良，幕后主使者是谁？是谁看穿这一切，然后居然还可以无罪脱逃的？这个名字有个亮啊，李孝亮，就是我们的卧龙，不只是卧龙，我怀疑还是卧底啊！哇，人家在抄的时候他在外面抽烟，然后人家在联署的时候，他妈妈这个寄家书来证明他无罪，然后等到整个事件爆发之后，他看起来最无辜。哇，原来这是一场赤壁之战啊！那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就会发现，煽风点火的跟害你去绑的那一些，国民党如果要检讨这些事情，要先检讨出来吧。像小平哥讲的啊，那都是我们家的事情，拿出来，好，检察官不应该谈啊，干嘛？好，那我问你，那里面谁做错了，谁应该负责，谁应该道歉？这件事情讨论了没？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啊！我不认为是钟小平的错，我也不认为是黄吕锦的错，谁下令的？谁觉得这个不该做的事情可以做的嘛？你不能跟我讲说因为我们以前抄没事，所以现在可以抄啊！以前作弊没被抓到，现在就可以作弊吗？国民党要重新返回这个找回民心，你一定要有一个动作嘛。那个动作是什么？是徐小新变本加厉呛民众，是谢龙介咬死自己绝对没有问题，唯物继续这个耍嘴皮子。那你的动作是什么？民主不就是这样？做错了，做不好了，掉票了，没选上了，想想看哪里没做好吗？到现在，国民党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是错的啊。那像小平哥他国际巨星刚进来要找他拍照，这几天看他的言论，什么还有党内的什么偏红的、偏统的，张牙舞爪的在呛他，有一些什么年轻人每天说他不对，那我就觉得不是啊，总要有一个黑白是非的过程吧。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民主一直不是只照顾你的选民，不是讲话给你的选民听而已。选举的过程或许是这样，但选完之后你要跟全民交代的嘛。你不是只有投给你的那8万票、10万票是人，你选区的20万、30万票才是人啊。那国民党在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做这个交代了。那黄国昌也是一样啊。黄国昌其实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我最近对他很改观，就是他支持他所代表的民众本身他也是封闭的，他没有要听别人讲话啊。我们如何判断邪教？就是资讯不流通的地方会产生邪教嘛。所以你看他国事会说我要开直播，来我直播看，然后讲到事情，不然的话不相信，可是晚上看我直播，那就是要把他圈养到他的直播群里面嘛。他没有办法跟大家交代嘛。他做的事情不是给全民2350万人看的啊。所以蓝绿白对于民主这件事的认知，我觉得选前选后有点落差。你国民党应该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我这一件事情哪一个环节做错了，甚至你道歉，或者是你如果觉得道歉字太重，你调整作为，比起诉书早是加分呢。我们过去就用窠臼以后不会了嘛。不是啊，硬凹到底，现在还在凹其实。那 Thank you， 你觉得国民党为什么针对这件事情，尤其是以主席来讲，针对这件事情到现在没有针对什么样的表态？
为什么？如果照你这样讲，那应该要这样啊，要不然的话，民众一定不会原谅这样的事情，或者难道国民党？而且小平也讲，像譬如好戴益清代理主委，他是很早以前他就讲说有错了就应该要改，要道歉，或他有道歉。但是大家现在包括等一下博文可以讲，因为看起来民进党是直接点名叫朱立伦，叫国民党要道歉。国民党难道不知道要让过去这些事情翻页吗？因为还有8个地方党部还没有起诉或不起诉这些哦。难道他不知道？那怎么办？那他摆在那要干嘛？这就是黄国昌的连环计谋。他的最大的那个计谋，把蓝白绑在一起的，叫做司法迫害。如果没有司法迫害这顶大帽子，蓝白没有条件走在一起。这个司法迫害就是白的，是柯文哲被司法迫害，蓝的联署书伪造文书爽联署被司法迫害，所以他们2个站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力量嘛，不然就失去他们合作的正当性。所以现在去攻击司法，我想这几天也看那个五哥的节目，哇，有甲说乙说丙说啊，然后这个胡说乱说啊，欧北共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拿出来攻击整个法律界。今天苗博雅也遇到一样的情况啊，黄国昌直接呛他，也没有律师牌，你讲什么话？你没有呛他说你当民意代表的时间比他少，你换过的政党比他少，对不对？他讲的那些东西，这个是事实啊。他一个法学博士，还不是1个，还2个，还不是2个，还3个。吴宗宪、翁小玲、黄国昌从当选立委第一天一路攻击司法到现在啊，你是要叫大家台大法律系文组第1志愿呢？哇，你一口气把大家拖下水。吴宗宪、翁小玲、黄国昌从当选立委第一天一路攻击司法到现在啊，你是要叫大家台大法律系文组第1志愿呢？哇，你一口气把大家拖下水。所以他不攻击司法，他们就失去政治上合作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之下，朱立伦不能够低头，因为他认为说，你看他们一直鬼扯这个是什么违罪啦、违误啦什么这个检方小案大办，就到今天什么张启凯那个薯条哥，那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对老百姓看得很烦呢，我红灯右转900块，我就罚单要鼻子摸一摸去缴了，你们怎么有办法到现在还在抗议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对民主没有办法交代的事情。我也不期待他们道歉啊，我认为他们现在在做一个最后一搏啦。他们一直觉得台湾人的记忆短暂，反正这一仗打完之后，罢免结束之后就没有人会讨论我伪造文书了，所以就中轨就算了。我常讲，其实对我来说，那个民主的表现是实现一个价值观。是在教你的下一代，教这个社会歹路唔通行。你是歹路直直弄，那这样子你要怎么你要怎么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蛮值得深思的。来，小平，你们要怎么样让这件事翻页？我再提醒一次，还有8个地检署还在侦办这些案子，你们要打3阶，有最少你看了6月20号到底核定多少了？大概20几位到30位，不管多少。那你们这件事情，而且等一下博文肯定一定会追着国民党，就你们到底要不要道歉这些，你们怎么办？是啊，我觉得是要翻页，并不是这个时间就可以翻页。他们会继续追打民进党。那我们第1阶有20几个要去投票，变2阶变3阶嘛，然后需要翻页，降低仇恨值，对吧？可是没有主动翻页，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翻页。就是简单讲，就是还是要有所表达。三就说你们是因为跟白银2个要连环，就是要绑在一起，用司法迫害，你们才有正当性往下走，会这样吗？司法绝对说柯文哲案是我揭发的，对不对？那我不可能我就退一步说你这个图利啊贪污，那我就退说你给我再大压力，这是我的人生的原则。好，我就是一个正派的议员，那你这样跟官商勾结，我就要揭发你嘛。但我希望他可以放他出来了。如果没有特殊的串证干嘛？这个就是一个平衡。今天我跟你讲，你要了解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台湾人最大公约数是善良的，不管蓝绿白，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不走偏锋、走正道，就很多票。那今天用司法绑在一起，司法有没有受委屈？有。但请问你，那为什么做民调？蓝跟白，请问你现在蓝被罢嘛？从空前的哇。我们这个台北市是个6比4的都市嘛，我说蓝绿比嘛，那为什么现在拉到5-5平呢？很简单，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些票投给了这5个要罢的立委，但现在有些人要罢他，大概10几%，那就打平了，你知道，就基础点是一样，那基础点一样，他们投票率高，我们就倒了，我们是不是要守住他？是吧？一方面要提高这个我们的反罢免的投票率，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简单讲。我们的现在，请问国民党的仇恨值，讨厌国民党，是连国民党都讨厌国民党，有些部分的哦。经济党跟知识党，他为什么会讨厌国民党？请问你今天60%，超过60%吧？还超过100，以前160几，我们还50几，民进党30几，大概长期这个趋势嘛。我们看各种民调，那现在不管怎么样，60%这种仇恨值，讨厌国民党。你一定要降到至少50以下，才有活口嘛？要怎么降？好，就举例说，就对于这样的所有的联署，这个是要有个宣示性的态度。你可以讲冤狱，可以讲压人不对，黄旅可怜，可是也要讲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很清楚哦，就是你一定要讲一个取法乎中而正当，可以大步迈开的，就一个谈话有高度的我们的党的领导人，那就不一样。我跟你讲，好，那接下来，因为，请问你。民进党会陆续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最难的是，他们6月20不是要公布20几个吗？要3阶。那从这公布以后到投票20到60天，我就抓个45天好了。这45天就是他们最渴望新闻继续打击国民党的空窗期。但台南起诉了，台北起诉了，新北。没有空窗期，还有8个地方。对，没有空窗期，你就要有态度。就你躲不过的，不会历史不会因时间而翻页，所以你一定要当成朱立伦把当成自己是阿里山，这是不是一个风暴？台风来，强烈的热带气旋叫台风嘛，哈。然后那你讲的好的话，它就是一个阿里山，然后当然还是会下雨，会有风。但可迎刃而解。台风最怕中央山脉、护国神山嘛。一般来讲会举例玉山呐，你举阿里山，它比较矮一点。玉山3997，对，加个鱼右任3公尺，就变成4000，凑4000，好的铜像，好，所以就变成就玉山哥，好不好？我说立伦哥变玉山哥，然后呢挡住台风，然后呢。那该道歉的道歉，然后该护的护，总之就是一个有高度，然后听的至少蓝军跟蓝白听的是舒服的，而民进党听的不讨厌，这个就厉害了。这样的谈话，我问你会期望国民党会做出像这样？因为起诉书出来到现在，当然呢，其实今天国民党出来回应了，明天的那个国安简报不去啦，或什么什么的，但针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出这些回应。3个刚刚讲的逻辑是说，反正大家就咬死牙撑着。那反正台湾的新闻会一天压一天嘛，你自己媒体人出身，就算再一天压一天，但是选战打的过程，媒体上面有讲说，民党问朱一伦，你们还不道歉吗？还不是怎么样？你们现在态度怎么样？这个我们不敢说，这个国民党会不会道歉，我真的不敢去预期哈，我也没有任何期待，但是我只是说，相同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民进党啊。假设这个从北到南那么多的这个违法联署，而且是集体性的，我认为除了道歉之外，至少民进党大概秘书长一定会下台可是这件事情对民进党来讲，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从南到北集体性的这样犯罪，而且是党务系统有系统的下去指挥，结果在国民党内竟然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其实小平真的很了不起，我讲真的，为什么？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份起诉书叹为观止，有办法扯到这种地步，有办法荒腔走板到这种地步，这个要多大的那种动力，才有办法说指使下面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那黄李锦如第一个，他不敢讲说这是朱立伦指使的你在这么严重要求，而且还特别说伪造文书这个事情要加重，希望求重刑。第一个，他总要有个动机吧，他不敢去讲说这朱立伦指使，他不敢讲吗？不敢讲，可是那你的动机到底在哪里？你总要有个动机吧？那动机就是钟小平所以钟小平在这里面坦白讲是关键。但当然，小平他一定要替黄李锦如讲话嘛。小平他当然要骂检察官嘛。可是他心里，我相信在他心里的深处，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其实检察官。当然要写我不然怎么能够证明这件这么荒唐的事情要这样干呢？好，第一个，第二个，你知道这件事荒唐到什么地步吗？黄李锦如说怕钟小平超前，赶快2月6号就召集人2月6号召集人，快点，人家召集人，例如说我们也会召集说我们的志工，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忙这个罢团那就是分组大家赶快去分组定点，然后协助他们行政作业或者是说这个不要让他们受到干扰，他们不是。他们说来，志工来，第一天
大家来抄这个2537份，一天就抄2537份呢，第二天就抄2674份，所以我跟大家讲，他们其实2天就搞了5211份，所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中间会有142份说罢吴思瑶的写成罢吴佩益的，因为饮料水不够点啊，很累耶，点到不够的哇，没有饮料水就搞花了，我跟大家讲。搞到96%，通通都是错误的。我请教大家，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哪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政党敢这样干的？而且干这么丢脸的事情呢？我坦白讲，这丢脸到一个极致。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半句，他们的党主席、秘书长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之外，而且更让我觉得实在可耻的是什么？你想想看这中间的过程哦，不要再喊什么司法迫害了。我告诉你，不是司法迫害。国民党是迫害司法，这些人就像在学校里面集体作弊的坏学生，集体作弊之后还跟老师呛呛，还说要打学生，还包围训导处，你有办法接受吗？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更不要讲说4月20号，大家再回想一下，4月26号，凯达格兰大道，他们说号称这个25万人25万人，我还记得那一天主持人叫李明贤。李明贤都喊25万人，哇，好大，人山人海。说这个，你看，这都是司法迫害。赖清德是独裁，民进党是独裁，我们要抗议司法迫害。结果昨天起诉书出来之后，有节目找李明贤去上节目，他说他肚子痛，他不敢面对。你出来再讲啊，你出来再讲这司法迫害啊。所以我认为这整件事情，我认为不要说国民党要不要道歉，他们讲要国民党稍微有点廉耻心。也是缘木求鱼的，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民众可以看清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伤害台湾的民主那么的严重，对国民党来讲也不过好像小菜一碟。这件事情我相信放诸于四海，所有的民主国家，大概党主席跟秘书长大概都已经坐不安稳了。对国民党来讲，他们不动如山，结果里面一个稍微清醒的钟小平，现在好像变成战犯一样。所以我当然小平他今天当然要强讲说，这个检察官怎么样啊？这个我其实都了解，但是我请问过程之中，国民党有没有去检讨他们从上到下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这总结一句话，拜托大家以后不要再讲说这个国民党被司法迫害，以后要讲的是司法被国民党迫害，这叫迫害司法，不是司法迫害。阿淼是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接下来我们讲选举或打仗，你不能只单靠蓝绿两边叫基本盘嘛。对。那如果只靠蓝绿两边基本盘，那以后就不要再选了啦。说实话，那选一个议员也许可以，但是如果想要拿中央执政，那就不用讨论了。单一席次免谈。对嘛，那就不用讨论嘛，对不对？对。可是现在看起来，整个起诉书一直到现在或过程当中发生的事，譬如像。当起诉书出来以后，有人就来批评说，不管是国民党中央，或是那时候为那个地检署甚或赖以任这些，有没有人演很大，有没有这样的过程？赖以任喊冤，黄旅因为现在在开接押庭，你不知道黄旅那接押庭以后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可是这些我刚刚就讲，你不能只看要蓝营基本盘吧，要的应该是好了，我们讲台湾的那个蓝营、绿营、浅蓝、浅绿中间，你要的是极大化嘛？如果这件事情一路认令他这样继续往下走，后面还不知道还有哪几个起诉书出来，还会看到有一些什么状况。还有一件事大家忘了吗？大家一直在问会不会冲中央党部，意思是说会不会调查到中央党部？屏东地检到现在都还没有讲屏东那个地方调查是怎么样哦。国民党就坐在家里面等着这些事吗？然后到了3阶的时候，要吹出所有的热情，要吹出所有的支持，可以吗？如果国民党像五哥一样的想法的话，那他今天不会是这样子。从一开头就不会是这样子嘛。你说一个正规的政党，你的党员，不只是党员，党部主委，涉嫌伪造罢免联署书，这个事情由检察官开始侦查的时候，这个党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至少你出来讲一句说。这个我们尊重司法，那希望勿枉勿纵，也不要冤枉好人。但如果真的有做，就要承担责任嘛。这其实是一个 ABC， 这是个常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台南已经起诉了，现在接下来是台北。在这个时候，你不觉得一个正常的政党，它现在应该是考纪会已经要把这几个人开除党籍才对吧？
他说：“我这个百年泱泱大党100多年前创立的时候，我还是个革命党，开大门走大路。结果你们这些地方党部把本党的声誉都败坏掉了。哦，叫你好好摆摊去联署2000多份，一定联署得到啊。那你们这些都要用抄的，而且你看那个起诉书的情节。”哦，我昨天下午看到的时候，看完了，我真的心里有一点点忏悔之意啊，因为我太小看国民党。哦，我昨天下午看到的时候，看完了，我真的心里有一点点忏悔之意啊，因为我太小看国民党。过去2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算数学，说啊，罢韩的时候死人联署不到1%啊，国民党有7%的、8%的，所以这个该查这些种种的，结果没有整个摊出来看，有些人说国民党联署8成是假的，错，9成是假的，9.6%，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原来国民党是这样。前2个月我们的预估通通共估，我们都讲错了，90几%是假的。好，有没有败坏国民党声誉？有吧？党中央为什么到现在国民党中央不但说你考纪会都不处理了，连党中央一句话说这样做非常严重的错误，本党深自检讨都讲不出来。这你说国民党？他之所以会从这100年大党在台湾一路执政几十年，后来民主化之后丢失政权，连续3届选不上总统，除了他跟中共的关系讲不清楚之外，就是国民党官僚嘛，国民党特权嘛，国民党经常犯罪嘛，最后还死不认错嘛，就是这些点他得不到人民信任啊。阿苗，我们再提一个人来。阿苗是对，等一下要讲阿苗跟黄国昌那个，就是针对这个录音珍贵的光碟的那件事嘛，对。可是中间还记得吗？翁小玲是今天翁小玲好像又讲了，他昨天今天又讲，他说起诉黄旅就是司法干预罢免最恶劣的一个案子。翁小玲，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黄国昌是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就是所有这些面对到这些，因为你自己是法律人，所以我要用这些法律人的思维来问你。如果要是你说政党政治攻防之间，好吧，你们期望朱立伦要干什么或什么什么这些，翁小玲毕竟是法学博士，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他最多，要不然的话，就今天黄旅被起诉，我不讲话嘛，没有，但是他出来说这是司法干预罢免最恶劣的一个例子，这就4个字啊，斯文扫地啊，这很简单嘛。你看民间不是有句话吗？英雄不怕出身低啊，这个出身的高低不代表你有正确的是非跟价值观呢，对不对？为什么有人会说这个仗义多是土狗辈，读书每是负心人？就是你书读得高是没错，可是你的眼睛完全已经被他的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蒙蔽掉了嘛。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现在还怪说检察官办太快？那我请问你，你是要等到每个犯罪全部都已经诈骗集团一定要诈骗得手了之后，你才能去办他？你都不能够在诈骗的中间就介入喊停？那翁小玲讲的这个一般人都知道这没道理，可是为什么他们是要这样讲？我判断了，是因为国民党他的眼睛大概只看得到眼前的10公分，再更远的是他看不到。那10公分他看到哪里？大罢免，大罢免。他们现在大罢免的战略很清楚，他们现在都觉得说会罢掉那几席都在深蓝区，他们看民调嘛，就是台北市那几个仇恨值特别高嘛，所以对于深蓝区他们的策略只有一个，就是叫蓝营出来投票。蓝营什么时候会出来投？政党对立的时候就会出来投。所以所有事情他们全部都用蓝绿的眼镜来解释。只要戴上了蓝绿的有色眼镜，深蓝就会出来投票。只要戴上了蓝绿的有色眼镜，那些深蓝看到我们在讨论这90几%的这些虚伪联署的时候，他心里自动的反应会是，那都是民进党陷害的，那都是民进党的司法迫害，都是民进党的阴谋，然后呢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现在国民党看到眼前10公分就是这样子嘛，他就说没关系，我大罢免这关先过，深蓝的全部要票票入柜，1票都不能少，所以全党就是走这种翁小玲啦、王宏维啦，然后徐巧芯、罗志强。这些非常偏激、很极端的路线，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他完全不会去想说，他这个政党100年政党的 credit 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全部毁于一旦？他甚至会说，没关系，2026年选民已经忘记。你看那些不敢出来针对他之前包围北检出来说啊，对不起，那时候我们弄错了
的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心里都在想的是，没关系，2026投票的时候，大家一定忘记我们在干嘛了。大家已经忘记我们台北市长部做这件事情了。反正黄旅锦如就算出来之后，我们只要把它藏起来，不要让它出现在我们国民党的造势场合。我刚才看到啊，国民党反罢免的造势，这些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李孝亮可以去参加。黄旅锦如就算出来不能去，赖以任也不能去了。那些什么其他都不能去。他们就是说啊，我把这藏起来啊，我不要跟我支持者讲。他觉得他翻页，他过关了。那至于国民党打的这个如意算盘，到底会不会成功？我觉得是看选民的智慧啊。选民是只有短期记忆，还是说你看得出来这一个政党其实他已经从根腐烂到表面了？那已经从根腐烂到表面的时候，他连自己都监督不好，当然没有这个力量跟能力是再去监督别的党啊。活化石，尚公，问一下，在国内政坛看了这么久的这次看完这个起诉书，对你质疑来讲，以你的经验，会让你瞠目结舌吗？而这所有的事情对未来一些的发展，然后包括今天最新的讯息，因为包括像黄旅，然后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书记长朱文清，这些都是起诉嘛，而且检方在那里面是说要求处重刑，然后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党部的书记长朱文清认罪 ，OK， 他坦诚他有协助了这些。那所有这些对国民党来说，要不要真的很认真的面对眼下这件事？阿苗说只看到大罢免，如果真的是这一招在大罢免真的有用吗？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中间选民跟国民党知识蓝、经济蓝的看法，我一直都强调这一些。你说我之前说过，台湾的社会可以接受一个认错的政党，但不能接受一个使坏的政党又不认错。那你今天看到了，先是看到台南的起诉书3块2块钞，你现在看到了台北市的起诉书集中钞，你叫中间选民或是一些知识蓝、经济蓝，可以不可以认同这些做法？我相信很难。因为他可以对司法强制处分是不是这么强烈有意见？他有意见。但是他对这样的事情，他不会说你没违法，你就是错了。好，那你说台湾是一个不会接受认错的政党吗？如果不会接受认错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就不会有政党轮替了。不会有政党轮替了。你想，阿扁当时的事件，马英九起来说民进党20年。结果隔2届起来了，而且起来的状况是完全执政，完全执政哦。那你看到国民党在这一次选举，大家都觉得你完了，你亲中，但国会给你最大党哦，所以你说他一定是没有起来的机会，但社会看什么？你至少做错事要认错，因为你中间选民、知识选民这一些选民看的是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上，好，它有颜色，但它的颜色不一定代表他会去投票。我是知识蓝，我不喜欢民进党，我会去投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有些事情做的，我不会去投民进党，但我也不想投了。说回来，其实你看这一次很多的罢免，我接触的，其实他们都挺难的哦。他们骂大罢免了，问他投不投？不投。对，他们是知道如果要挺反罢的话，要去投票的那些，他们知道，但是他不要投。知识蓝，你说会不知道？一直在节目里面跟敏凤2个人在吵，到底是不是很多的支持者还不知道反罢要去投票这件事？当然知道啊，他们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啊，他就是对这些觉得他没有办法走出去投那一票。他有很多事情，他就觉得说，他很讨厌绿。但国民党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不想投啊。他不想投啊。那你问他说，那如果罢免掉了，国民党提名、民进党提名，你会投谁？我回去投国民党。然后他罢免不投，补选他会去投。那反射的是他对国民党现在的作为是不满的。他根本国民党似乎好像怎么用都没有动力可以叫他去投票，但选举就有了。所以
现在呢，你说这一些事情，台南起诉书已经很明确了，那台北我们都看到了缓起诉的名单，15个、37个，为什么缓起诉？认罪嘛，都认罪了嘛，那你说这里面认罪了，你国民党昨天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等我们看到完整起诉书的时候再做回应。需要看到完整起诉书吗？不需要吧。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你国民党中央还是说不能认错的原因是我们在里面打无罪抗辩，你叫我们弄的，然后你现在认错了，要推给我们吗？除非这种状况你不敢，怕里面的人咬出来说是你们交代的，你现在认错你没事，我要进去吗？除此之外，我真的想不通，已经闹成这样，为什么不认错？为什么不认错？不懂。当然，你说赖以任那些年轻人在外面搞的，那个我已经不太想谈了哈。就现在他们已经不是重点嘛。我说这个案子起诉完了，或是公告了以后，谈他们干嘛？他们就是过去式了嘛。好，谈未来事就这样嘛。你不认错，好，你不认错。对，上口，国民党如果从党中央，如果是朱一伦把这所有的东西扛下来，不一定是在法律上面要扛，政治上面扛下来以后。如果检方起诉了，像刚才讲说，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书记长，那认罪吧，因为就算到了地院，各位还记得那时候讲说国民党要花2000万，什么1亿的律师费，我那天不就在节目跟你讲，不是，全台湾的律师事务所大概都会说，那我来办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那天不就讲，就有很多是缓起诉了，就算到了地院以后，就认罪协商的，然后缓刑的一大堆，大概都解决掉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这些涉案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案子也很好解决啊。这一次都解决，唯一没办法解决的是阿苗他们一直讲说，如果蓝营要盯住，要把所有的支持者，我不能认错。刚三个好像也是这样讲，我如果认错，那就表示我整个好像盯在那个地方会崩盘，所以我不能认错。只有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跟绿营之间打成蓝绿对决。我用蓝绿对决把我所有31席全部保住。现在的逻辑感觉他们讲的意思是这样。我只有一句话，你说深蓝的人会跑吗？不会，打死不跑，不会跑吧？你现在关键是知识蓝这一些的选票不出来，中间选民不会挺你。你说这些人你硬跟着打蓝绿对抗，这些人会转过来吗？问号吧。我在讲，你现在跟，那么4月25号，宜兰押了3个人，认罪。那如果不开原押庭，那很可能4月25号就会起诉了吧？之前吧。那不4月25号，6月25号，你现在来了一个台北市的，你宜兰，你要不要准备再看一次？好，4月29号，新北的书记长收押。那如果也没有延押，有没有可能6月份我们要看3份起诉书？可能哦。有没有可能6月份我们要看3份起诉书？可能哦。好，进入7月要投票，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基隆最晚的一个押的是张之豪的领衔人，是5月21号。你往后推2个月，7月26号投票，就是过一阵子，然后就一份起诉书出来，就一份出来，然后你再想5月份，5月2号还有你们台中被羁押2个人。那如果不羁押，7月2号，你说你6月渡得过，你7月渡得过吗？万一7月投票呢？好，上空你刚刚讲的这一段，包括你刚刚讲知识蓝件，管你什么蓝，这些人能够容忍这些。小平是，你要不要回答一下？我记得你在节目里面讲，就有一些你认识的算深蓝型的，或是说志工、党工这些，如果有人要道歉，他们会说你道什么歉？这时候大家大战在即，你道什么歉？你那时候讲过。是，那你在地方上
跟上公刚讲那个出路到底在哪里？现在对你们来说，你们到底该怎么弄？因为你们接下来要打3阶嘛。我们现在吃这个一样，吃那个也一样，因为现在的主席有童年阴影啊。什么童年阴影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马英九删掉了，民进党还陈水扁没删，马英九删掉了那个年终慰问金，退休军公奖年终慰问金，就后来连孙100万人没有出来投票，167万投给宋楚瑜。回忆一下，我们只得了300多万票。周立文是一个不坏的候选人嘛，那个时候还是少主嘛，那个时候光环都在嘛，哈。哎呦，所以他就变成那样，那就变成。所以现在道歉，怕连深蓝都不出来。对不起，对，因为现在民进党是含泪投票。请问你，今天蔡英文发动意识形态最大的改革是什么？那叫做民进党的极大化，叫做从两国论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深蓝已经发声明说要换掉朱立伦了啦。对嘛？对，那个将军嘛，你说军系嘛？对啊，我就补充上一副讲那个黄复兴的中将嘛。好，然后呢，他们的独派，哎，独派以前怎么讲他？女人、客家人穿裙子的，不是穿裤子，不是男人，有没有？哎，那大福佬沙文主义那些人嘛，那个2025了，可以，对，跳过这个，不是，一定要讲这个，就历史才可以分辨说为什么两个党不一样。好，那可是他们还是接受蔡英文的领导，蔡英文是一个有史以来讲台语最破的总统，好不好？他客家人也不会讲台语，照常为了干掉国民党，照常接纳。然后中华民国在台湾，那弄走一大堆我们中华民国的票，那我们呢？好来，我们就不投票啊？怎样？不是有个方法了，有个方法嘛，就朱立伦道歉以后下台，找一个蓝营的那个来兼任党主席，然后有基层动员力的，深蓝的。我想一下这个谁？我问你一句话啊，最简单的一句话，朱立伦有深蓝的动员力吗？深蓝啊，最强当然是韩国瑜，第二那不就结了吗？我目前就这2咖嘛，那不就觉得这2咖出来动员就好了嘛？不，现在哈，这已经黄骨亮的中将哈，这个罗将军又开始发难。对，陆军官校校友总会哦。对，那所以说要朱立伦这100多桌，那是不是黄复兴的大本营？是吧？好，是嘛哈。我爸也黄复兴，我以前也是黄复兴党员。好，不管。那现在变成深蓝在发难呢，朱就会更难做，你知道？朱算不算深蓝？绝对不是，朱绝对是浅蓝。OK， 而且朱是叫做应该叫什么？应该叫亲美派，好不好？我这样在国民党里面，他是不亲中的。OK。所以现在怎么办？现在我朱哈，我跟他一个头8个大。现在，所以现在朱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对整个罢免案，你知道那些那个有涉嫌抄的要有态度以外。如何整合深蓝的票，摆平黄复兴，还要往中间走，还要降低仇恨值。现在主席在干这个事，好不好？不，我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置于死地而后生。其他，你现在觉得他们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觉得，不然你看那个我刚才念的那一个时辰，一路到7月哦。如果是7月26号8月初投票，那一路下来哦，哎，我还提醒一下哦。你提醒你们基隆的还有一个张元祥协助你们的那个案子还没办哦，那个民政那个人民会更痛恨的案子哦。然后那个民良真是5月14号已经起诉了。你现在张元祥动用民政系统出卖那个市民的个资的这件事情，会让人民更痛恨。我再讲一句话就好了。然后7月26或8月2号投票，都会在国民党既定的主席选举的时辰，7月公告就是什么什么9月选10月交接等等，所以这对国民党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不过现在看起来，3个，我刚讲的这些对国民党的影响，对国内这个大罢免这一战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但是我每次看到有一些话，一定要问问你的感受。像譬如川博讲说，那对啊，那个立委如果做不好，那你就忍他4年就好了。这个话一定要问问看，你听到这个的感受是什么？也还好，我台湾人忍国民党也忍70几年了。但是他没有忍你4年嘞。那也不是国民党的问题。这个我们刚好可以接到上一个话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深蓝？如果深蓝所要的意识形态没有办法符合中间选民，那就2个可能，一个是深蓝离中间很远，一个是深蓝很多个嘛。严宽算不算深蓝？大家都说那是深蓝艰困选区，那算深蓝吗？它其实是地方蓝嘛，所以它深蓝很多个，这也是一个问题嘛。然后还有战斗蓝，还有什么军系蓝。好，那国民党为什么不能道歉？我刚刚想了一下，一时之间没有很快想到的例子，一口气想到好几个。主 key 是罢免，旋律啊，节奏是热战。热战怎么可以让你道歉？你道歉会伤害到我啊。
两个问题，党中央比较大还是立委比较大？现在在我电视上打开只看得到区域立委啊。请问国民党国民党秘书长是谁？我都快要忘记了。黄健庭几个？还好他今天有出来跟副秘书长几个？副秘书长有李彦秀、江俊廷，谢谢。还有一个谁？活化石都不知道了，我们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党中央消失嘛？那党中央消失的情况下，立委带头，当然是以大罢免为主 key 啊。所以立委说你不能道歉，当然是啊，当然是嘛。为什么过弯不减速，起火不停车？因为感觉终点就在前面嘛。结果踩了半个小时，那个终点越来越远啊。大家都在跟你讲说，车子起火了，赶快停车哦，赶快熄火。不要啊，不要的原因是什么？刹车线剪掉了，油门卡死了啊。所以他不能道歉嘛。道歉我就问一句，好，黄丽锦如道歉或钟小平道歉啊？你们是立委吗？你们现在有被罢免吗？你们为什么可以帮我们决定？就卡住了嘛。蒋万安不是又跑进去讲倒戈？蒋万安那一天跟那个去北检跟大家合体3什么？我是3个孩子的爸爸那一天，他跟大家讲倒戈那2个字啊，就只有在蒋万安的嘴巴里面讲，他后面的人都没有讲没有立委理他嘛。蒋万够大吧？除军吧，台北市长吧，没有人理他。立委最大，现在的问题是立委正在打仗嘛。那立委正在打仗的情况下，你要知道还有一个战略上最大的错误，执政党是谁？民进党。民党是守嘛，然后这个国民党是攻嘛，野战要攻城嘛，那你理论上要攻的人，你要具备精良的武器啊，投石车就像大罢免，结果有投石车了，从城内打出来啊，自己带来的投石车，虾皮买的啊，都抱歉这里更正一下，淘宝买的啊，都坏掉了啊，那问题来了，那你今天要用这样子的工程高科技武器去做这个伤害的时候。结果你发现说，我后面都是纸糊的，然后结果真正的工程武器那罢免全部都在对方那边。那今天看起来攻守双方态势怎么样？问题就在这里啊。李四川讲不懂政治啊。我其实觉得解释这件事情，我们要反过来解释。那什么叫政治的反义词是什么？我就在思考这件事，什么是政治的反义词？那你去剖析政治，不管从中文或英文解释，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嘛，是决定权力分配嘛，等等。那它的反面就是 power 跟 powerless， 权力跟无权力 ，public 跟 private 是公共跟私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nature 跟 nurture， 就是自然跟中立。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还不讲是民主独裁哦，在政治上是公共事务的权力分配被每个表现出最自然的想法嘛。那可是什么叫政治的反义词？是你私人无权的，而且要。没有表态的就是假中立嘛，就是你不存在任何意见的这个表述，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放弃你的投票，放弃你的权利，放弃你的意见，放弃半天，你那边当副市长，你好意思哦？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今天他讲这个话是讲给中间选民，你们都放弃，但是我要那个权利，这合理哦。大家讲假起鼓的，阮种民主社会投票，蒋万安叫你做副市长，你的位置是安尼来，你不懂政治，你不懂政治就辞职啊。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讲不懂政治就辞职啊。不要把民众当成很好骗的。我一直很讨厌这种民意代表把政治人物把老百姓当作笨蛋的经营方式。什么叫我不懂政治？你那个是政务官那不是事务官你就好好的讲说，在政治立场上我跟民进党不一样，所以他觉得要那样子，但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王宏卫是我们的好立委你这样子捧不是很好吗？什么叫我不懂政治？你不懂政治，你去那边干嘛？你去那边当吉祥物哦？拜托一下，李四川，你走在菜市场有知名度吗？深蓝的认识你而已啊。讲粗鲁一点是这样子所以因为坦白讲，很多政治人物除了民意代表第一线会上电视会辩论上新闻的，大部分都不认识啊。你李四川去那边有票吗？没有啊。那你去做那个动作干嘛？好好的利用你们有机会在舞台上或是有政治权利的时候，跟老百姓讲一下你为什么比人家好嘛。什么叫我不懂政治？那就是表示我也不知道王宏威哪里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觉得啦，全世界唯一一个会拖自己同业的职业就叫做政治工作者。如果是画家，他是画家，我们都希望大家都尊重画家嘛。我是律师，他是律师，我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界嘛。那除了翁小林、吴宗宪、黄国昌。就只有一个会拖人家后腿，就是政治工作者。比谁比较会说谎，比谁比较会扭曲法条，我不懂政治，你的工作是政治我不懂政治，我没有专业，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混到这个位置。
你讲这个话睡得着，你不会不好意思。你是说你有小孩吧？你怎么跟你的小孩讲说，你老爸的工作是因为我不懂那个专业去做的专业工作，莫名其妙。OK， 来一善，刚刚不是什么？我觉得朱立伦的问题是在于他被黄国昌绑架。为什么是黄国昌？新的民调出来哈，如果你看到我是朱立伦，我也会被黄国昌绑架。今天尤英龙的民调指出，国民党支持度只剩下20%，然后民众党上升到15%，也就是说，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已经快要达到国民党现在底气不够了平坐的地步，所以他任何的行为，他会思考到黄国昌民众党的立场。那包含这一次，其实他可以很简单啊，他可以很简单的道歉。但是他之前有没有跟黄国昌的科案绑在一起了？绑在一起嘛？那有426就是司法互助大会嘛？我挺你的科案，你挺我的伪造文书。所以他如果对于司法上面的伪造文书的问题道歉，那是不是形同对于柯文哲的一个放弃？这个东西是一个朱立伦的两难哦。所以我帮朱立伦讲话，他可不可以道歉？他当然可以道歉。但是他有一个迷思，他长久以来这几年当党主席，他一直迷信蓝白合就会赢。而现在的做法，他不断被黄国昌绑架，结果不断的跟深蓝走在一起的结果，他违背了中间选民、知识蓝、经济蓝这些人的立场，反而不断的往所谓的黄国昌的立场去靠，往民众党的立场去靠的时候，那国民党存在价值在哪里？所以他反而越向民众党依靠的时候，他的流失的选票会更多，但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讲啊，黄国昌先宣布不参加国安会议了，结果朱立伦隔了2个小时之后跟进黄国昌。尚总，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第一个，如果要照刚才易善讲说，国民党朱立伦他们会不会被黄国昌、被白银绑架？因为民调上看起来也有，其实大概有30%左右的小草，他是要罢蓝委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对国民党来讲，是不是就更应该要看黄国昌的脸色？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打听一下那个另类民调啊，那在媒体上面一直讲说，在修本来说第3阶罢5席、7席，那个地方的另类民调说已经到了10席吗？黄国昌的问题哦，其实你从有台做徐小新的民調，到一个报纸做主席的满意度上看，其实30%是一个蛮吻合的数字。一个报纸做主席的满意度上看，其实30%是一个蛮吻合的数字。徐小新里面是有27%，白银的27%同意罢免。你再看黄国昌到主席的满意度69%，党内支持者的满意度69%。所以你看几个交叉看。2成到3成之间，不是黄国昌可以摆动的。他刚好就是2到3成，不是黄国昌魅力可以撼动，可以去指挥的。所以你从这边看，从几个民调看来，我觉得这一个数字的存在基本上是有参考意义的啊。就从主席的满意度到几个人的民调里面看白银的态度，所以那是可以参考。那可以参考。那既然黄国昌当主席满意度都6成9，然后你看到徐巧芯他们当时选举是有白银的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还认为真的是跟黄国昌可以把那个2-3成叫回来吗？我不认为叫得回来了。我不认为叫得回来啊。所以到底有没有去跟他合与不合的意义啊？我觉得你是怀疑还能够再动员多少票来帮蓝营？我觉得甚至于会越来越少我说为什么？就是说，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至少看2份民调，民众党的好感度已经高过国民党，或是那个立委的表现度是好感度是高过国民党这会不会形成一个变化？里面小草的支持者眼看着国民党要垮了，
我现阶段我的民调什么逐渐在上升的过程当中，甚至于超越你的时候，我还要不要让你继续壮大再压过我？其实它会变成一个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变数所以我说他要硬是要啦，我觉得黄国昌也是没办法去统合整个国民党那个民众党的支持者，就像国民党管你什么深蓝的、浅蓝的、知识蓝站在一起，你也没办法统合。它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大概6成7成，大概就已经是。7成5是白银的动员最高能力了。现在地方上的那种另类民调真的到10席了。没，之前是开5席，是台中那方面开出来的啦。5席是大概在2阶状况不错的时候，大概2阶刚过的样子，开了一个5席嘛，开了一个5席，后面是。那个联署热的时候，一直到31，国民党还没有这么惨败的时候，那一个应该是中部偏蓝一点点县市开出来的开出7席嘛，开出7席，一直到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大概我们应该可以确认它是0了吧？那整个的调整加上民进党。整个民进党整个介入整个决定要介入，整个脉动整个下去以后，它又变成调成了10。因为随着是霸团加上民进党的相对状态，当你越看到民进党的状况越积极，然后再看到国民党里面官司案的状态等等，那个都会影响到开盘的状态。那开盘就是这样嘛。5席，我一定要封掉，因为大家认为高过5席的机会太多了，一边倒7的时候，可能我就要封牌，然后接下来再开7，如果压7以上过多的，或是一边过多，他又要封，他又要往上去调整那个盘嘛，他某种程度上他会随着去下注的人，他去调整他的盘面。OK， 刚才讲的是地方上另类民调，再提醒大家一件事：赌博不好，好不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可是刚才上公讲的里面有一段，随着民进党介入的程度，大概所有的民调大概某种程度是不是也会在观察这一块？媒体上报道，民进党因为大家知道，就曹英成先生是不是跟赖清德主席上礼拜有碰面，然后沈伯洋有说只是跟那个赖主席去大概让他知道一些罢免的进程，但是媒体又一个讲说，民进党现在已经要全面进行全面开战，包括第一个重点就是摆在花莲这富坑萁这个选区，是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叫全面开战。我其实从头到尾一直到现在我的说法都是一致的，而且真的就是如此。我们这次大罢免，这个民意排山倒海的来，我们是帮罢团当志工，就这么简单。那现在这个民怨对国民党的这个，我举例来讲啊，现在国民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很多地方连他们的支持者都不喜欢他们现任的立委。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最近也看一个民调，我自己也很讶异。你说像港湖的李彦秀，包括这个徐巧芯，包括赖士葆文山区，我跟大家讲，你去看那个民调说，我一定会出来投票的那个比例，我相信他如果看过那份民调，赖士葆自己都觉得怎么会这样？赖士葆那个文山区是有罢团的去，然后还被人家呛腰说这里是文山区，你还敢来？连文山区现在赖士葆我都觉得他很危险。但是你说到最后到底几席，我们从来不敢拖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民意在决定的。那我要讲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我觉得是国民党自己在猜。这个每天在那边添柴火。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道歉真的这么难吗？我真的实在觉得不可思议耶！你知道国民党到现在还把一些问题，例如说像刚刚都推给说什么黄复兴党部啊，因为这个被深蓝绑架。我跟大家讲，黄复兴党部很多的这个叔叔伯伯，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我觉得无可厚非，也没什么好去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但是我认为啊。对于是非价值，我认为这些叔叔伯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是非价值。就说这个东西，
就是错的，就是违法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辩的，这个无关乎蓝绿，也无关乎你的意识形态，而且是这么严重哦。结果现在国民党还是推给说啊，因为被这个黄复兴党部这一群人绑架，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道歉。我认为这个对黄复兴党部这些叔叔伯伯来讲是很不公平的。我认为他们当然不喜欢民进党或怎么样，这有他们的出身背景或者是一些长期累积下来的一些恩恩怨怨。但是你说面对这种大是大非这么清楚的事情，我跟大家讲，很多我认识的眷村伯伯，搞不好都比一般人都更有这种正义感。所以你不要再去讲那种什么啊，因为被深蓝绑架，我觉得很简单啊，像这些事情，朱立伦你至少要有一个道歉。那你如果说不愿意道歉，至少你动作要做出来，说这个事情跟中央党部或者跟他个人没有关系。所以你要去党纪处分这些人，总要有个态度吧？他没有我是觉得一路以来。你看以前这个马英九在修理王金平的时候，那个动作多快，那个党纪是那个好像考纪委是随时可以开会，然后就一副就要斩之而后快。但是现在我看到整个国民党的考纪委好像趴在好像不知道喝醉酒趴在路边睡着了还是怎么样。他们出了这么多严重，你想想看，今天黄旅锦如这个事情对国民党的声望伤害不大吗？很大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整个是不动如山。然后呢？之前我要讲那个去拿那个纳粹的这个图像，这个事情国民党那是他们的党员他们的年轻党员，他们没有任何处理。我坦白讲，这个在我们党内早就开除党籍了，哪有到现在？可是你看他们所有事情开除党籍，那讲朱立伦被国际声讨，那个讲希特勒被国际声讨的朱立伦怎么办？所以他不能处理啊。对啊，所以这就是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啊。所以你说好，国民党你现在就是实在是也找不到什么代罪羔羊或者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都是被深蓝绑架，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我跟大家讲，你包括像这次费鸿泰以前当立委的那一区，现在是徐小新。徐小新为什么那一区会连署到那么高？我跟大家讲，那很多我跟国民党讲，国民党不相信。很多是国民党自己出来连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这区虽然是比较蓝的区，可是我也不认为，他们也不认为徐小新可以代表国民党是最好的人选。包括这个文山区，包括港湖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气氛。可是我觉得国民党没有观察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继续延续下去，你到最后你问我说，到最后你们能罢掉几席，或罢团能够罢掉几席，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国民党现在每天的作为都在替罢团在添柴火。但小平是对国民党现在很多要打3阶的委员，今天媒体上当然有一位像徐嘉欣他不是在里头，可是徐信不是在那个要被罢的里头，但是有8位立委没成功，对，有8位立委说现在开始要对罢团或什么，也就是说国民党除了一方面要守陆战，什么客厅会所有这些以外。另外一部分会进行所谓的以送指分吗？就是我用告的方式去打下面的这一仗吗？因为你看过程，包括像前几天不是像徐小新讲到，有没有人讲到他什么有讲违建的事情，他也说如果要有造谣的，他要告，就很多现在是。接下来这个阶段，这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模式嘛。另外，刚刚讲到说有联署上出状况的，今天新竹同时在新闻上面也扮演了某种角色。一方面是像林志杰教授他们有出来讲说，郑正前是有一个英党，说是不是有一个曾经当过他的助理的人讲指控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是我看到联合报里面有一份是讲说要罢高虹安，因为新竹是双罢嘛，高虹安跟郑正前就签2个，签市长签立委。对，然后讲说新竹这里头，联合报有一篇报道是说这里头有说因为他们各自大概连署了5万多份，说有1万份左右是无效连署，是吗？应该现在其实新竹市的户政科长在审查这个各5万的罢免。那这个1万多份说是可能是伪造或有瑕疵，无效连署，那是天大的事天大的事。好，因为这篇今天大家有看到吧，在联合报今天有这篇报道吗？那据消息人士，但今天丢出来，明天就很清楚了。那这个如果从户政机关出来的话，那林志杰等人就很不妙了。那这个是空穴来风。可是联合报这种大报会随便一个人讲路人甲讲一句话，我就把它弄了那么大的新闻，也不至于。所以这个简单讲，郑正前的那个就是跟国台办的联络，那个看起来那个讲出来会被告，那是有风险的。同样，这个1万多份也是有风险。这就是回到这接下来的焦点，就不是黄旅锦如，是新竹市。我认为因为新竹市太特殊，我们这边被指控。
我认为如果是没有的话，就要提告啊。那默不作声的话，就慢慢受伤害我们的立委哈。然后他们如果真的搞1万多份是假的，那是天大的事，那是会重挫民进党的士气。等一下这一段。来一下，因为你每一次讲罢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罢团在过程当中，其实那个联署是认真嘛，所以刚才大家才会开玩笑讲说，罢团的国民党的伪造率跟罢团的那个良率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可是这个新闻刚才什么讲？因为写的媒体也是个名门大派，对。那联合报啊，对联合报，所以你对这有没有问过？无效联署是不是伪造文书是两回事哦。无效联署有些是第一阶段1%嘛，因为第二阶段其实各罢团都会鼓励所有人都去联署，包含第一阶段你有联署也来联署没关系，我就让所谓的地方选委会去剔除。OK， 所以这就有一成左右，就是所谓的有可能是重复联署的部分。所以这5万多份里面啊，因为它总共10万份嘛，两个加起来10万份，如果有1万份，其实占各1万份，2万，那20%，那20%里面你要看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有些是不是地址错误啦，有些是不是姓名错误啦，像南投县的选委会啊，他就用所谓的姓名，他要用正楷写啊，否则我就认定你错误。所以到底错误的样态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底错误的样态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为什么国民党的事情那么大条，会被所谓的检调做突破口？重点是往生者联署嘛，因为往生者就不可能联署，所以往生者联署绝对是伪造文书。结果不只是往生者联署是伪造文书，是全部都伪造文书嘛，95%是伪造的文书。所以我要看的是说，这个地方选委会如果有错误举报出来，它的样态是什么，也是特别要注意的。如果只是姓名写错，如果只是住址写错，那这个东西就不能说是伪造文书，它只是无效联署的一部分。而他们送了5万多份，扣除1万份，4万多份也是过了所谓的联署的门槛嘛，还是可以继续第3阶段的一个投票。来，小平，我们讲轻微一点，我联署是老手哈，因为新竹是一个1席半，40几万人口。一般30万搞一个立委嘛，对不对？他40几万是1席半，他人口是非常多的。那南投是刚好50几万拆成2个，一个20几万，那人非常少联署哈。所以这个剔掉1万多份的话，那再剔掉就用南投的标准或等等，然后再剔掉4000份。第一个搞不好不够不够就是成不成没有官司的问题。那20%啊，罢团体这么严谨的在联，就是他们20%就绝对不是只是数量问题，说不定是有舞弊或其他特殊的情况，因为他们2阶1阶都90几，2阶有个10%、12%不合格，我觉得20%那个名单就可能有些怪。那今天检查的叫新竹市，还是高虹安的代理市长，那是联合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密切观察下去看。OK， 来阿苗，接下来2个，第一个。国民党有8位委员讲说，接下来就是要以诉讼的方式解决很多这样的事。当然，也有人在讲说，整个立法院现在又提案要延会，就白银要提案延会，是不是要到8月？这些对未来这个大罢免胜或对罢团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另外一个，请问一下，黄国昌播的这个 AI 音档，他今天直接说，那阿苗是不是因为没有律师实际执律师业务，不知道现场这些状况？来，阿苗，这个20年前剿伪犯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是高中生啦，那时候都还没考上台大法律。那你为什么还记得剿伪犯？你年纪这么小。这就厉害了，因为那个事件真的震动社会太大了，而且我住文山区啊，那个离我家很近啊，他指控那个事情。所以我跟你讲，这件事剿伪犯不对，剿伪犯事件不对，这高中生就知道了。基本的是非道德观，难道还要考律师执照才会有道德吗？全国没有考取律师执照的所有的同胞都没有基本道德观吗？我不知道他在问这个什么东西。第二就是我当民代的时间，其实算起来比黄国昌当民代的时间长。真的，我做民代的，我做1任议员到现在第2任的这个时间，比他当立委时间久。真的。那我就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昨天他那个质询合格吗？他那质询合格吗？你有真的东西，你就拿出来。阿苗，我先插一句话，他一开始今天回应的时候是说，
苗博雅，你有从头到尾看完我的质询吗？当然是从头到尾看完他的质询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知道，第一个，他在播音前完全没有提到说，来部长，我播一段模拟的音档。他播音前完全没有，他是到了播完讨论完，然后最后说，哎呀，不要紧张，这只是个示范带。那不就脚尾饭吗？脚尾饭当时他也说是模拟哦。那时候王玉成的助理说，因为我们跟拍不到，所以我找演员来模拟嘛。那这个一样的意思啊。那只是现在进阶了，脚尾饭 2.0 是 AI 做的嘛，就这样子嘛。第二件事情哈，我做一个民代，我觉得你要质询，你有真的东西就拿出来。如果真的东西你拿不出来，不能拿仿冒，就这么简单。你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的东西没办法拿出来，你得用动画模拟。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你要一望即知。大家一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模拟的，这不是实况的。可是昨天我看那个新闻啊，你知道这个有台的新闻报道啊，直接把他这一段key 上朱雅虎的脸，然后旁边下面写说声音来源是女检察官跟朱雅虎。那你连媒体都会被你以假乱真了。你怎么不在你那个质询上面写个大大的说模拟音档非真实，对不对？这基本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民意代表，你的质询是有言论免责权，所以你应该要确保你质询内容是真的。假如他今天真的拿出来笔录讯问，或者是说就算侦讯光碟真的拿出来，他说这就是真的侦讯光碟，里面如果真的有不正讯问，我们帮他拍手嘛，因为他揭弊嘛。我在从事政治以前，我是常年都做重大冤案救援，所以黄国昌说我没有实务经验，我告诉大家，我看过的不正讯问的证据、笔录甚至音档，不会比黄国昌少。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每次开记者会，如果要指控有恶检，指控有警察刑求，绝对是有音档就把音档放出来啊，有影像就把影像放出来啊，不可能你开一个记者会指控有恶检。然后放完了媒体都报道了，最后说没有啦，这我们模拟的，这假的，不可能这样做。那所以我很诧异说，难道黄国昌觉得这样做可以帮他的政党加分吗？或者是说帮他主张的这些所谓的私改诉求加分在哪里？刚刚前面讨论的那么长，都是关于国民党造假联署嘛。那现在他们面对这个造假联署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好像还理直气壮，有理啊，对不对？民进党这么过分，我们造个假怎么样了吗？那同样的，你去打一个说因为执政党很过分，所以这些在野的就来造假，我觉得这会让人民观感更差了。坦白讲，就像那些立委你说现在被罢免了，为了要抑制这个罢免，所以你说你们敢讲我通通告，其实这些立委心里很清楚，投票前这个告绝对不会有结果。其实这些立委心里很清楚，投票前这个告绝对不会有结果。所以他这个告呢，不是要还他清白，而是要让所有的民众不敢评论他。你敢评论我？你是有律师执照吗？你敢评论我？小心我告你哦！就是这个态度嘛，对不对？那我会想，奇怪，民主国家做政治人物不是可受公平吗？人家来评论我，我也不会问你说你有台大法律毕业证书吗？不可能这样去问人家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蓝白真的要静下心来想一件事情，人民说要监督是要一个理性的监督。我相信今天我做台北市议员，如果我拿一个合成的音档出来质询蒋万安，或以前拿合成音档质询柯文哲，批评的声浪一定蜂拥而来，接踵而来，我必须接受面对这些批评啊。以前我们议会我还看过有议员拿真正的录音档质询柯文哲，当时柯文哲的支持者还骂那个议员说：“你怎么可以拿这个录音档出来？”就我现在他们变成说，录音档，我今天还看到那个徐府说什么，这个叫做质询技巧，他说你这个我先不讲那后面拿出来看部长惊慌失措的样子，这叫质询技巧。我就问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好了，那当初有人拿录音档质询柯文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是质询技巧？还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电视节目，所有的议员都可以按照柯文哲起诉书的内容去合成柯文哲在市长室骑飞轮收300万的音档，然后拿出来播，
然后这叫质询技巧，你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要为了政治把这种非常基本的是非道德观全部混淆了。这种高中生就该懂的事情，如果说读到博士，质询还要搞脚尾饭那这个实在是有愧于这个读书读到这么高了。OK， 尚公，立法院会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吗？没有。然后就很简单，没有，因为不会拿假的东西来问啊，不会拿假的东西来问、那要凸显什么呢？其实它基本上是第一个，对，你说有没有不正讯问，有没有甚至威胁恐吓那些？但是他后面只说那是示范带没有，它很简单一件事，它的示范带那个 title 写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写到朱雅虎？有。他在抬头直接写检察官跟朱雅虎。对啊，那检察官为什么要问朱雅虎？不就金华城吗？金华城现在不是就在打官司吗？他现在就透露一个，你看，检察官都是用这样恐吓威胁取得证词害阿北嘛，他就在做政治上的操作。但是你说这样的一个问法。其实我在立法院这么多年，我没有看过用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你拿出来资料，或许别人给你的资料未必正确，未必正确。好，然后你再询问，是否问一些内容，但是他的资料来源里面提供资料的未必正确，但他不是。我把真的资料拿来变造完了以后，我拿这个去问你，并不是这样。那我今天就讲，我们前几天不是还在讨论翁小林不是拿那个中国网路流传的我们直通电案的那个拿起来问那个顾立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就想反问一句话：那翁小林你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认为假的，那不必问；如果你认为真的，那不该公开问。因为你既然问那个机密资料是真的，那你就不应该公开问。我说道理就这么简单。你今天拿一个假的东西问，是不是暴力？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恐吓？是不是怎么样？问完了以后，我跟你讲，这我假的，这假的。然后今天讲一天半天说，我跟你讲，钟小平昨天在外面杀人，他杀了2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认为应该他判什么刑？钟小平。然后后面说，我只是举例，钟小平没有杀人。我觉得这不是这种问法，因为我跟他比较好啦，所以拿他出来举例啦。跟你这样讲，我想杀你开玩笑。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脚尾饭。现在言论免责权包不包括你拿假的东西去询问部会首长？OK， 我觉得这个问题到底可不可以？第二个，现在他说是没有啦，这说是示范带。请问北检有没有整个问讯的时候物证全部移到法院？那个律师全部可以调卷。那一卷放的到底是真是假？北检最清楚，那个查得出来。北检最清楚。因为北检问完，他们录音带整理就送到，如果他们没有送出去，律师根本调不到。放的到底是真是假？北检最清楚，那个查得出来。北检最清楚。因为北检问完，他们录音带整理就送到，如果他们没有送出去，律师根本调不到。那是送到法院以后调卷。是。北检有义务出来说一下，他是真的假的吧？如果北检证实真的，黄国昌你质询的时候公然说谎，说那是示范带，不是真的。不是，这不是公然说谎？他说伴唱带还好了，是不是？那他是不是说没有？那个这不是？那是不是公然说谎？他说钟小平给他的，他不知道。那不管，如果那个是真的，那就是公然说谎。真假都是问题哦。当然啦，真假当然都是问题，而且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质询，等于有一点是诱骗，
诱骗的方式，因为他前面要先看部长的反应。对，那有一点是在骗。这种方式的质询是很恶劣的，它不是一个理性。啊，如果说你今天一开始就像苗博雅说，哎，部长，我请问你一下，你以下光碟是示范的，是模拟出来的，你认为这样检察官问讯的口吻好不好？哎，这个你一表明，这大家都没有问题。当然，那问题不是啊。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小平是来3秒问一下，国民党，你觉得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其实不要去参加国安简报会议了吗？因为今天是大家会把那个时序也拿出来讲，是民进党先宣布说他们不会参加了。然后刚讲过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秘书长出来还解释了半天，我们要打电话去，然后跟他讲说前面那个半个小时可不可以就可以公开，不要全程都不公开，但府方就不答应，所以呢最后很遗憾，这次我们就没有在，因为国民党在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要参加，都已经杀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你现在要去对整个同仇敌忾的氛围有利吗？甚或有人把就是府方根本就是设个局或什么什么这些。那你觉得国民党你们，或是你也主张你们根本就不该去吗？我主张不要去，可是朱立伦啊，去不去还在犹豫，甚至有一点想去。但朱立伦被黄国昌黑了。黄国昌前面讲了，有的公开的不公开，看起来好像回到程序的，对不对？然后回到了战术。错战略，他就从头到尾都不要去。请问战略为什么都不要去？他就是要打赖第一品牌。那你去的话，好像你变成好像蓝白的汉奸一样，他心眼很多。我们还是继续要蓝白的调子，可是在这件事小事，他就黑了朱立伦，大事也会黑，好不好？所以既斗争又合作，我们跟白的关系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一直在吸取你的养分嘛。那变成一窝票以后，你看你的票就是叫做我降而白生嘛，蓝降而白生。这个操作是有些危险的，所以那现在他有没有得到说？你看，那现在我们变成不仅没有加分，还跟着人家后面走，他不去，然后你们才说不去。但我们不去啊，是不是也是最后想想不去？可是被他，可不管怎么样，新闻呈现出来就是他先不去，我们后不去，就落掉了嘛。我看法这样子的。来波来针对这整件事情，对以执政党来讲怎么看？30秒。我们是觉得很可惜啦，是真的我觉得总统是真的释出善意，希望就是说针对国安议题，好好的跟这个在野党让他们了解清楚国家的情势。那国内虽然有竞争，对外我们要一致，这动机就是这样。可是没想到连续2个最大这个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通通都不愿意来，所以这个就彰显你看这个过去他们一天到晚都讲说这个也戴清德，那个也戴清德，都没有诚意，都骂他独裁者。现在你口中的独裁者愿意跟你好好的谈，然后把国安情势告诉你，你竟然还拒绝，我觉得这非常可惜。那我觉得朱立伦他是想去的，可是朱立伦最后不去，我只能讲说有一句话很传神啊，人讲唔听，鬼看就惊。好，那未来对国内整体来讲的话，明天看起来这一局就是破局了。那破局了以后呢，到了礼拜5 6月20号的时候，那当中也会公布最后到底多少席立委蓝营的立委进入到三阶，那正式摆开战场以后，那到底各阵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